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为什么有的人表示 get 不到程毅的颜值，而很多人又觉得他长得非常有特点，超级帅，以至于无法自拔的？因为就是不好看啊，也不到丑就正常路人，也难移帅哥真无语。五官没一个出挑的，眼睛睁不开，嘴巴闭不上，身材也不好。最近那仙侠里这种造型都救不了，肩窄头大，衣服都撑不起来，一大件挂在身上，粉丝硬吹说这是仙气，明明是虚弱的随时晕倒的样子，和女主完全没有适配感，搞不清平和被热捧，哪里来的好资源？仙侠就应该让给真正的年轻帅哥来出头，不是谁都能分的蛋糕。一开始我也不喜欢 get 不到，第一次知道程毅是在青云那时候的扮相，说真的，除了赵小刀，其他角色都不是很喜欢，但是还是有一点关注到了一个角色林惊羽，因为不是淑芬没看过小说《蜘蛛仙》二字，其他故事人物概一窍不通，那时候不了解这个人和这个角色。杨妹子被骂，好歹我还知道她，但是程毅为什么被骂真是不明白，于是初印象就被舆论带着走了，莫名的也不喜欢这个角色这个人，尤其是那时候的嘴巴有些歪，就真的自动屏障这个人了。其实图片是他出道的第一部作品，那时候的他就是有些憨憨，很懵懂，以至于到后面再看林惊羽，其实是有些改变了，褪去了初入社会的青涩，他身上开始有了某种力道，那是他初识大剧作，初识志同道合的小伙伴。虽然青云带给他太多的网暴，但是他初心未改。在综艺节目一年级里，他说他害怕自己表演不好，给峰哥拖后腿，他那么忙，怕耽误了峰的工作。我也是偶然看到一年级的这里，那时候有被感动到。这个男孩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差，有点真诚，也很努力。我也才发现这么多年，就这个16年的节目里的好多人我都知道了，就是不知道他。唯一有过一次印象的就是盗墓里的小哥，程毅饰演的小哥居然会笑，真不符合故事要求。小哥不是冷的吗？怎么会笑？怎么可以这么演？同样没看过小说，不是淑芬的，我再一次被疑惑了。看过几眼杨洋的小哥，感觉挺像的呀，怎么不可以笑吗？但是笑着很温暖呀。他是无所不能的神，也是有血有肉的人，这是程毅对小哥的理解，怎么回事？感动。一部《怒海》，其实程毅拍出了很多层次，可萌可恨可甜可盐，可以邻家，也可以神秘，可以书生意气，也可师尊沉着，可小腹黑，也可阳光明媚。突然有点 get 到了。他很自律，身材保持得很好，就从健身起，他的形体已经有很大转变了。琉璃就可以看出来他为了演戏有多努力。他是个在剧组只看剧本的人。琉璃播出期间，他在拍《梦醒长安》，他丝毫不懂得外界对他的看法，丝毫不知道每一次的直播意味着什么。那时候的观众对他只有雨丝凤的滤镜，丝毫不知道他那时候的角色是李岩，而不知云云的他也只是单纯的听从公司的安排。所以后面的9月风暴再次袭来，他及他的粉丝九死一生。这个男人是不是太惨了？可是为什么这么惨？了解过后会觉得程毅可能太优秀了。同样是睡觉，程毅却睡出了3个感觉，小哥的虚弱，傅云深的可爱，李岩的秀色可餐。据我自己观察，能一下吸引大多人目光的面孔，是需要五官含有某种锋芒或攻击性的，或者轮廓尖锐而有棱角的。在这个审美下，程毅的面貌可以说寡淡，就好比走大马路上，一个人冲上来扇了你一巴掌，肯定比一个人淡淡的从你身旁路过让你印象深刻。人的脑子有时候还挺 M 的，但并不意味程毅不好看，不信你自己看。我没有太多单独把五官截出来的图，也懒得去弄了。程毅有个很奇特的点，因为五官的水准都比较均衡，轮廓又很柔和，
所以显得没有突出，一下子能抓人眼球的地方。而一般人呢，都偏科，对比之下能把某一科的能力凸显出来。咱以前上学的时候应该都有所感触，一个有明显特长的人要比科科均衡的人更让你有记忆。比方说，你们班有2个数学成绩优异的同学，其中一个其他科目都只是中不溜水平，另一个包括数学在内科科都差不多。肯定是英语差的那个更容易被人记住他。忘了在哪看过，其实人的记忆里都是喜欢给别人贴标签的，贴了标签好记，好区分。从鉴赏角度看，程毅老师的面貌比较符合中国传统里的含蓄美。下面是我个人的喜好，细说我为啥能喜欢程毅老师的脸。有一点很多人也提到，就是喜欢看程毅老师演戏，但我觉得并不是说演戏增添了程毅老师的颜值，而是当他沉浸在角色中，当他在做自己热爱的事业时，那层淡淡的柔和就会褪去，就像薄雾消散，令此间颜色一时分明起来。你不只会突然 get 到他长得好看，还会惊叹他把这个人物演活了。除了颜值，还有性格。可以说就是他身上的这层柔和，以及淡淡的藏，让我怎么看他都不会腻。可能我也是聊闲，他就好像路边的含羞草，我从那过是不可能忍得住手欠的。以前不是没对其他明星感兴趣过，但看看也都腻了，只推只骗人。像这种真正的去喜欢一个明星，以前从来没有过。哇！评论区看到了好精雕细琢的小黑子，进行了一个无视处理，后续也不会再回。希望他看到我这段话时没有等得太久。最近生活里也碰到了很多喜欢和讨厌程毅老师的人，发现会非常厌恶地说程毅老师丑的人大多有自己正主，或者本身非常爱混娱乐圈。还有一波看了剧还看了几眼粉圈论战的，变得不太自信，只敢说各花入各眼，只敢说人有审美不同，或者干脆不说，名牌伪粉，挂起果脑说他就是好看。但是我碰见的更多人，只看剧，不混粉圈，不上网刷，他们能给我直接一口咬死了程毅就是好看就是帅，甚至这样的人男女都有。他们没上网看那营销号巴巴说他丑的，脑子里对程毅只有一个印象就是帅。我说一个但是，他们都能赏我几个大白眼。还有个多年没见的同学，他是很颜控的纯颜狗，连他在许多年前追完琉璃，都能说程毅是一种很吸引人的帅。他也不混粉圈，不上网刷内娱，搞得我非常羞愧。我干嘛要不自信？说他丑的人能满天喷粪，我干嘛要这么客气地说审美？我就说你眼光有问题，不需要的眼睛也不用捐出去祸害人了，挖了喂狗。就算程毅老师以后老了，不年轻了，只要他演，我随时拿起手机看他的剧。突然发现了新的问题，其实相由心生，程毅老师的面相完全也是可以做到凌厉的，只是他平常没有那么做。他只需要眼神冷一点凶一点，就能做到那个狂扇你巴掌的冲击力，但他平常太客气了。